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与李承泽历经3年的分隔两地，今日终于要步入婚姻的殿堂。他细心地选择了一个黄道吉日来举办我们的婚礼，他得意地笑，向我炫耀他的选择。瑶瑶，我爸妈特地请了村里的老先生为我们合八字。他老人家说，农历正月念8是个宜嫁娶的好日子。我看着他那副认真的模样，不由得打趣他：你一个堂堂的硕士毕业生，怎么也信这些迷信的东西？他靠在我肩膀上，语气里满是撒娇的意味。瑶瑶，我们经历了那么多，才终于能在一起。我只是想挑个好日子，按照我们村的习俗，热热闹闹的把你娶进门。我紧紧地抱着他，心中充满了幸福感，点头答应了他。婚礼的当天，天才蒙蒙亮，迎亲的车队就已经停在了我家门前。我怀着紧张又激动的心情跑向婚车，期待着给承泽一个惊喜的拥抱。然而承泽并没有如我所期待的出现在车门口，反而是婆婆迎面走了过来。我一边礼貌地和婆婆打着招呼，一边心里难免感到一丝失望。趁着我爸妈和婆婆寒暄的时候，我偷偷给承泽打了个电话。承泽，你今天怎么没来接我呀？电话那头传来他轻柔的声音。瑶瑶，对不起啊，忘记告诉你了。我们村有个习俗，就是新郎在婚礼当天不能亲自去接新娘。你跟着我妈一起过来，很快就能见到我了。听完承泽的解释，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因为我从未听说过新郎不接亲的风俗。但出于对承泽的信任，我还是选择了顺从。于是，我独自跟着婆婆坐上了婚车。刚一上车，我就闻到了一股奇怪的气味，那种气味让我感到头晕目眩。不知不觉中，我就陷入了沉睡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终于醒来，发现婚车已经停在了承泽的老家门口。天色已晚，黄昏的余晖洒满天际，给这个陌生的村落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。婆婆正忙着用红包在地上摆出一条小径，从车门口一直延伸到老房子的堂屋。她凑近我耳边，神秘兮兮地叮嘱道：瑶瑶，记住，下车后一定要踩着这些红包走，千万别踩到地上哦。我疑惑地看着她，不明所以。婆婆解释道：这是我们村的习俗，新娘踩着红包走，寓意着未来生活富足，子孙满堂。我心中暗笑，这些迷信的说法，我向来是不信的。然而，在婆婆满是期待的目光下，我还是提起了婚服的裙摆，小心翼翼地踩在了第一个红包上。高跟鞋与地面接触，发出清脆的哒哒声，在这寂静的傍晚显得格外突兀。我心中一惊，低头看去，发现红包并没有如我想象中那样被踩扁，而是仿佛有着某种弹性。我心中涌起一股不安，开始默默地数着脚下的红包，1、2、3、4。当我数到44的时候，终于走到了堂屋门口。44这个数字在我心中回荡，让我感到莫名的恐惧。我回头望去，只见婆婆正跟在我身后，一个一个地捡起那些被我踩过的红包。瑶瑶，快到这里来！承泽的声音仿佛一根救命稻草，将我从紧张和不安中解救出来。堂屋里人声鼎沸，亲友们的笑脸如同盛开的花朵。承泽紧紧握着我的手，逐一介绍着家里的每一位亲戚。当最后一位亲戚也热情地打过招呼后，我终于能够稍稍松了一口气。然而，还没等我完全放松下来，司仪便走上前来，引导我进入了一间昏暗的里屋。刚一进门，
我便察觉到气氛的异样，司仪脸上的笑容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狰狞表情。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，让我顿时感到脊背发凉。我环顾四周，发现里屋的左右两侧各站着一个小孩，他们的脸庞被涂抹得苍白如雪，嘴唇则被染成了深紫色，眼睛空洞而深邃，看起来根本没有人气。我吓得心惊胆战，小声嘀咕道：“这里的人和风俗真是太奇怪了。”就在这时，右侧的小女孩手里拿着一双精致的绣花鞋，径直朝我走来。她蹲下身为我换上了新鞋，而左侧的男孩则拿着一顶鲜红的盖头，不由分说地盖在了我的头上。完成这些动作后，司仪突然用一种诡异的戏腔唱了起来：“盖头在左，婚鞋在右，我提裙来把郎嫁。”他的歌声悠远而飘渺，仿佛从另一个世界传来。我努力地想要听清他后面的歌词，但头脑却越来越沉重。在歌声的伴随下，我被司仪带回了堂屋。不知为何，我感到浑身无力，眼皮也沉重地抬不起来。迷迷糊糊中，我感到脚下被垫上了一个厚厚的大红包，然后被人压着进行了拜堂仪式。司仪那诡异的声音再次响起：“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”在低头的那一刹那，我透过盖头的缝隙瞥见了新郎的脚。那双脚异常小巧，根本不像是活人的脚，更不可能是承泽的脚，而且我清晰地看到脚踝处露出了稻草的痕迹。我使劲揉了揉眼睛，怀疑自己是不是因为太过激动而出现了幻觉。那双脚的印象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。拜完堂后，周围掌声雷动，但奇怪的是，没有一个人说话，也没有一个人道喜。我仿佛置身于一个寂静而诡异的世界。在恍惚中，我被抬进了婚房，轻轻地放在了床上。我正准备揭下盖头，好好的睡一觉，突然，一只大手紧紧地扼住了我的手腕，同时捂住了我的盖头。我瞬间被惊醒，承泽看到我被吓到，温柔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道：“瑶瑶，我要去应酬宾客，你不要掀开盖头，乖乖地等我回来。”他的语气略带命令，让我无法拒绝。这时候的李承泽怎么与往日有些不同？我摇摇头，试图让自己清醒一些。我伸手握住他冰冷的手，才软软地点了点头。然而下一秒，我就失去了知觉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醒了过来。此时正值冬末，夜晚的寒风透过窗户缝隙吹进来，让我感到格外阴冷。我裹紧了盖在身上的大红棉被，伸手摸了摸身侧，却发现空无一人。承泽还没有回来，我这才猛地反应过来，盖头早已不翼而飞，身上的婚服和婚鞋也被脱掉。我失措地紧了紧身上的里衣，心中充满了疑惑和不安。难道承泽已经回来过了？新婚之夜，他怎么会把我一个人留在婚房里呢？我好奇地下床，打开灯，赤脚走到房门口。正当我拉门把手时，身后传来响声：吱啊，吱啊，吱啊。床上似乎躺着一个人，床板随着那人的挪动而吱呀作响，随之而来的是哒哒的脚步声，一步一步朝我的方向靠近。我猛然回头，身后的响声瞬间戛然而止。看着空无一人的房间，我安慰性地拍拍自己的胸口：什么鬼？可吓死老娘了！我伸手握紧门把手，使劲转动，可房门却不为所动。门从外面反锁了。祸不单行，身后的脚步声再次响起。慌乱中，我躲进了衣柜，蜷缩在角落里，死死拽住衣角。幸好
那东西似乎不会打开柜门，一门之隔，那东西用尖锐的指甲抠抓着柜门，发出毛骨悚然的声响。我捂住嘴巴，连呼吸都不敢发出声音，刺耳的摩擦声越来越急促，我吓得把头埋进臂弯里，眼泪不自觉地往下流。就在这时，咚咚咚，程泽的声音突然出现：瑶瑶，别躲了，快出来！我半夜醒来口渴，去堂屋喝了口水，回来就找不着你了。透过柜门的缝隙，看见屋内漆黑一片。程泽为什么关灯呢？马上我就意识到问题所在，我不在房间，程泽不会关灯，更不可能不打开衣柜找我。是门外那东西模仿程泽说话。这样想着，外面那东西发出阴冷的笑声，哈哈哈！瑶瑶，我们今天都已经拜堂了，你不想见见你老公？我才不要见你这个鬼东西！我要见程泽。见我一言不发，那东西似乎有些无奈，脚步声也逐渐走远。躲吧躲吧，反正你已经是我的人了，迟早都是要来陪我的。他的人迟早要陪他。今天不是我跟李承泽的婚礼吗？眼前这东西在胡言乱语些什么呀？我一边发抖一边思索，直到门外的声音渐渐消失，我才敢探出脑袋。房间漆黑空荡，我借着窗户九下的一丝月光摸索前行，找了半天才找到灯的开关。我哆嗦地打开灯，眼前亮堂的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终于又活了过来。我急忙回到床边寻找手机，准备打电话问问程泽今晚的事情。可当我掀开枕头，一个厚厚的红包从枕头里掉出，打开一看，里面竟然塞了一沓冥币。我心跳如鼓点，愣神间，冥币从指尖滑落，掉了一地。我回过神，俯身整理时，房门外传来钥匙开锁的声音。我迅速捡起地上的冥币，塞进红包里。我坐在地上，双眼浑圆，死死地盯着房门。吱啊，门开了，公公抱着个锃亮的罐子走在前头，婆婆拿着张黑白照片紧随其后。他们齐刷刷地偏头望向我，双眼无神，嘴角却僵硬地拉出一抹微笑。公公将罐子放在床头柜上，又接过婆婆手中的黑白照片，正对着我的床头。那罐子没有盖子，里面是灰白色的粉末。我大惊失色，是骨灰。而那黑白照片上面的人是李承泽，不可能！我今天刚见过他，他怎么可能死了？可是脑海中那双稻草扎的脚历历在目，我被吓得连连后退。愣神间，婆婆忽地出现在我身旁：瑶瑶啊，嫁给我儿子就是我家的人了，可不要想着逃跑哦。不过你都收了我们家的阴钱，哈哈哈，怕是跑不掉了。阴钱？难道那红包里的冥币就是我的买命钱？说着，他把我推到骨灰罐子面前，用手指着那反光的罐子，在我旁边怪笑道：这是我家大儿子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家大儿媳喽。我略微凑近，罐子上一列小字近在眼前，上面赫然写着长子李木然灵位。我这才恍然大悟，我的确嫁给了他儿子，只是这个儿子不是李承泽，而是他死去的双胞胎哥哥李木然。原来刚刚衣柜外的那东西就是李木然。一时间不知是害怕还是悲伤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李承泽居然骗我结冥婚！愤怒间，我瞬间想起李木然阴森的笑，还有那句你迟早会来陪我的。难道我快要死了吗？身后的门又被反锁了，我懊恼地瘫坐在地上，无神地望向窗外。原来李承泽的甜言蜜语不过是一场骗局，骗我入瓮，嫁与鬼做妻，这是赤裸裸的背叛。可他明明不是这样的人，他不可能欺骗我。我犹记得长期以来，
我工作压力大，夜里常常失眠。程泽为了哄我睡觉，硬生生熬到凌晨3、4点。第二天，我俩都顶着厚厚的黑眼圈去上班。后来他工作调动，我们虽然没生活在一个城市，但异地恋3年间，每天晚上他都会给我打视频，哄我睡觉。只要有假期，哪怕只有1天，他都会不辞辛苦赶过来跟我见面。他从来没有跟我吵过架，甚至从来没有让我生气过。他总是能猜到我心中所想，我也以为我们俩就是灵魂伴侣。在一起的这些年里，程泽一直都是个温柔体贴又给足我安全感的人。可就是这样一个几乎朝夕相处又知根知底的人，他居然骗了我。我嘲笑自己愚蠢，可当务之急，我必须冷静下来，寻找逃出去的办法。我急忙寻找手机，想要报警，可是整个房间都翻遍了，也一无所获。一定是李承泽拿走了我的手机，把我困在这里。突然，只紧锁的窗户被打开，吹来阵阵冷风。我只穿了件里衣，冻得瑟瑟发抖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：“瑶瑶，是我，李承泽。”李承泽！我心火正盛，对着李承泽破口大骂：“你这个骗子！你把我骗过来，就是给你那个死去的哥哥配冥婚的吧？我都已经知道了，把我的手机还给我，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”因为底气不足，我的声音越来越小。是啊，他们如果有意要将我囚禁在这里，其实我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李承泽却走到我面前，握住我的肩头，诚恳地看着我的眼睛：“瑶瑶，我是来救你的，救我。呵呵，你处心积虑把我骗到这里，现在又假惺惺说要救我，我根本不信他的鬼话。但情况紧急，要逃出去，我需要手机。”我向他伸手：“你先把手机还给我。”谁知他长叹一口气：“瑶瑶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你现在不相信我，但你先听我说。首先，我没有拿你的手机；其次，今天你被司仪带去里屋后，家里的亲戚们就把我绑起来了。最后，我没有骗你，冥婚的事情我也是刚知道。”李承泽一本正经的模样，不像是在开玩笑。转念一想，这偏僻乡村靠我自己一个人必定是逃不出去的。况且，如果真的是李承泽把我骗来结冥婚，那他更没必要在大费周章救我。或许这一切只是他爸妈的阴谋，我暂时选择相信他。你报警了吗？李承泽双手掏兜，表示他也没有手机。那我们怎么逃出去？而且我还收了你家的阴钱。说话间，我突然想起那个红包，便急忙跑去床边，从枕头下掏出那个装满冥币的红。李承泽脸色一沉，若有所思：“这就很难办了。原本等天一亮，我们可以赶到村口去坐大巴车。”李承泽从衣服内衬里拿出一些钱，我偷偷拿了一些现金，够我们回市里的火车票。他把钱全部塞给我，倒是很真诚。但是现在，李承泽顿了顿，他这一停顿，让我本就焦急的内心变得愈发不安。现在怎么了？李承泽咬了下嘴唇，面有难色。现在我们得去后山的墓地里找到我哥的坟，把这个红包烧给他。我冷笑一声，这小子原来是害怕去坟场。那不烧给他会怎么样？李承泽摇摇头，语气十分严肃：“那这些纸钱7天之后就是烧给你的了。”听到这话，我也害怕了。虽然早已知道这是封建迷信，但我不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呀。我哥今晚是不是来找过你？接下来的6天，他每天晚上都会找你，直到第7天，你的3魂6被他吸光，他们就会……李承泽没忍心继续说下去，一想到李木然指甲抠柜门的声音，
我就浑身鸡皮疙瘩。虽然害怕，但这后山坟场还是不得不去。我坚定地望向李承泽的眼睛：“你哥的墓在哪？现在就带我去。”我随手从衣柜里拿了件衣服披上，随后我们从窗户爬出，打开后院的门，摸着黑朝后山走去。茂密的树林间只有一条窄路，李承泽在前面带路，我摸紧口袋里的红包，跟在他身后。后山上出奇的安静，我们俩也不约而同的沉默。走到半路，李承泽的手把我抓得更紧了，他突然停下脚步，凑到我耳边：“瑶瑶，那里有鬼火。”其实我早就看见了，不远处大大小小的坟包上凌乱闪烁着一团一团的蓝白色火焰。我压低声音回应李承泽：“我们还过去吗？”李承泽拍拍胸脯：“瑶瑶，有我在，别怕。而且白天我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出门，唯一的机会就是现在。”“是啊，为了不让李木然带走我只有一个选择，现在就去坟场，把阴钱还给他。为了我的小命，被鬼吓一下又何妨？”想着，我也自信地拍拍胸脯：“走！”所幸后半段路无事发生，我们安全地找到了李木然的坟包。我赶紧掏出红包，放在李木然墓碑前的火盆里。完了，忘记带打火机了！我去，这都能忘记，我真服了。我内心骂出几句脏话，转头向李承泽寻找办法。可我环视一周，才发现上一秒还在我身后的李承泽居然不见了。我开始纳闷，说来也奇怪，今天一整天李承泽都神出鬼没的，难道他去上厕所了？可是在这个荒郊野岭的，去上厕所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算了，先烧红包吧。正是这抬头间，李木然坟包上突然燃起一团鬼火。我灵机一动，也许鬼火能点燃红包。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蹑手蹑脚将红包伸向鬼火，没想到居然真的点燃了。我松了口气，把红包丢进火盆里，想到马上就能解除困境，我的心情有些美滋滋。借着红包燃烧的一丝光亮，我的余光瞟到李木然坟前的墓碑，上面的字让我汗毛竖起：“爱子李承泽之墓。”我吓得跌坐在地。李木然死了，李承泽也死了，我难道是出现幻觉了？看着火盆里的火光一点点熄灭，我缩在坟包后面的角落里瑟瑟发抖。李承泽死了，可就在刚刚，我明明能听见他说话，能感受到他的呼吸和心跳，甚至连他手心里的温度仍流连在我的指尖。这一定是在做梦。我用力掐胳膊，试图用意念逼迫自己醒来。一阵痛意袭来，可惜不是做梦，眼前的一切过分真实，以至于我开始怀疑自己有精神问题。对呀，李木然已经有骨灰罐子了，怎么还会有坟包？真是笨驴，这点都没想到。我想站起来，跑出坟场，跑出后山，可我的身体似乎被一股力量束缚住，无法动弹。鬼压床，我这也不在床上啊，压我干嘛？我拼命挣扎，试图喊出声，可突然我的肩膀被拍了一下，我转过头，能动了。李承泽，我尖叫出声，一把抱住他，揉了揉眼睛，吓死我了，我一定是看错了。你去上厕所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害得我被吓得屁滚尿流。男人轻笑，没有说话，只是摸摸我的头。我拉起他冰凉的手，气愤地走到坟包前，使劲擦亮了眼睛。刚刚我眼花了，可把我吓坏了。我一边说着，一边凑近看墓碑上的字：“承泽，你过来看，刚刚这墓碑上刻着的是你的。”话还没有说完，墓碑上李承泽3个大字猝不及防出现在眼前。我回过头，怯生生看着眼前的男人，眼抖的出声：“你是谁？
男人一步步朝我逼近。老婆，我是李木然啊！阿伟，我把钱都烧给你了，你还认我做你老婆呀？我内心怒骂，呜！我怎么能被两只鬼耍得团团转？正在这时，李木然伸出手，想要拉住我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发了疯似的朝山下跑，直到看见那栋熟悉的房子，才停下脚步。回头望去，李木然已经消失了。我撑着膝盖，气喘吁吁，天已经蒙蒙亮了。我想起李承泽说过的话，哦，不是李承泽的鬼魂说的话。天亮了，可以去村口坐大巴车。虽然是鬼说的话，但他毕竟是我恋爱了5年的男朋友，我选择相信他。没多想，我就径直朝村口走去。村口长着棵千年老杨树，即使是在冬天，却也长得十分粗壮。大杨树旁是村子的牌坊，牌坊顶上挂着块，上面写着李家村。看来这村子里都是李姓。没等多久，一辆大巴车从村里驶出，停在我面前。我克制住内心的激动，上了车。司机是个白胡子大爷，戴着顶破旧的毛线帽子。我径直往后排走，却被他拦住。小姑娘，去镇上吗？看着他慈祥的脸，我缓缓点头。没想到他突然严肃：10块。对哦，李承泽说过，坐大巴要收钱。想起李承泽塞给我的100元大钞，我下意识摸摸口袋，这些钱上面居然统一刻着玉皇大帝。我暴跳如雷，只好连忙央求白胡子大爷：李叔，我出门着急，忘带了，您看能不能通融下？下次我一定双倍给您。这样说是个人都能免单吧？谁知道那老头毫不买账，对我劈头盖脸骂道：小姑娘，虽说这是李家村，但不要逮着个人就叫李叔李伯的，我可姓刘啊。我看那匾，还有，你看我像是你叔叔的年纪吗？按辈分，你都得叫我一声爷爷。再说了，没钱就回家拿钱，跟我这老人家耍心眼可没用。我被他说的不敢吱声，大脑一片空白。也不知为何，这刘大爷不知哪来的牛劲，硬生生把我推下了车。我没办法，只好小声嘀咕：切，真小气，而且你都一把年纪了，坐你的车我还不放心呢。我悻悻地站在大杨树下想办法，只见远处闹哄哄一片，一群村民一窝蜂地朝我的方向奔来。完了，肯定是公公婆婆他们来抓我了。眼前形势紧急，我又急忙厚着脸皮去求那大爷。我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哭得梨花带雨。刘爷爷，救救我！有人要把我抓去杀了！刘大爷见状，神情变得凝重，仔细打量了我好久，才发出沙哑的嗓音：快上车，小姑娘！毫不犹豫，我迅速上车。大爷也非常给力，立马按下了关门键，启动车子。正当我准备放松下来时，我的余光突然瞥见大爷的眼睛一直通过后视镜观察我。不是吧？这村子里全是坏人啊！后面那群人越来越近，我心急如焚，赶忙催促大爷：大爷，快开车呀！他们要追上来了。然而大爷却直接熄火，拔下钥匙，走到我面前。接下来的发言令我如坠冰窟：你这小姑娘看着像木然娃娃的新娘子哟，你跑不掉的。我一脸狐疑，为什么？3年前木然娃娃去世的时候，我还见过你呢，当时哭着喊着要嫁给他咧。怎么，你现在变卦了？开什么玩笑？我哭着喊着要嫁给李木然，有病吧？我嫁给一个死人干嘛？大爷，您可别跟我开玩笑，我可从来没有来过这个村子。我再次强调，大爷，真的是他们昨天把我骗过来的。大爷笑笑，不搭理我，接着喃喃自语道：木然娃娃呀，可是个好娃娃哦。大爷长叹一口气，
摇摇头，就是死的冤枉。你这小姑娘，当时可是在灵堂上哭得最凶的一个，你忘了？你还把手上那个镯子取下来，埋进木然娃娃的骨灰里。镯子，3年前，我的确莫名其妙丢了一个镯子。那镯子可是我奶奶给的传家宝，说是以后要结婚时给情郎的定情信物。我当时还以为是程泽收拾屋子的时候不小心弄丢了，后来就死活也找不到了。我还为此臭骂了程泽一顿，但想着反正要跟程泽结婚，就当作是给他的定情信物了。眼前这个大爷居然说是我把镯子埋进了李木然的骨灰里，我完全不记得这些事情。大爷缓缓背过身去，哼着戏腔，镯子定情，3年为期，我心永随君之心。我愣在原地，这不正是昨天在里屋司仪唱的后半句吗？下一秒，村民们把大巴车团团围住，我被抓了。接下来的6天，我度日如年。公公婆婆把我反锁在婚房里，甚至在窗户上加固了木条。每想到刘大爷的话，我都会头痛欲裂。我盯着李木然的骨灰罐子，不知怎地，却万分悲伤。好多次，我都想把手伸进那个罐子里一探究竟，可心底的不舍与难过竟翻江倒海。直到第7天大早，我以为我会被李木然带走，永远不再醒来。可半梦半醒间，公公婆婆和一些亲戚闯了进来，用麻绳捆住我的手脚，一路拖到村口的大杨树下。司仪再次出现，唱着那首诡异戏曲，盖头在左，婚鞋在右。我提裙来把郎嫁，镯子定情，3年为期，我心永随君之心。一曲终了，四周村民齐声喝道：吉时已到，送新娘上路。绳子一头系上我的脖子，一头挂在大杨树上，做成类似杠杆的形状。我多想挣扎，可失去的记忆突然涌上心头，令我声泪俱下。木然，再等我一会，就一小会。大家拉着绳子把我缓缓升起，终于眼泪顺势而下。周围的吵闹声越来越微弱，恍惚间，婆婆拿起李木然的骨灰罐子，洋洋洒洒的粉末落到我的身上，我的脚下，最后陷入泥里。那44个红包变成一道绚丽的风景，在我脚下燃烧。我踩在熊熊烈火上，死死盯着骨灰罐子里那个翠绿镯子。瑶瑶，别睡，我来救你了。李木然俊朗的脸庞随着火光摇曳，在我心头泛起阵阵涟漪。3年前，一个平常不过的下午，我正在家研究民间戏曲，完成独家创作。一股烧焦的味道扑面而来，我趴在阳台上观望。整栋居民楼烟雾缭绕，我才瞬间反应过来，起火了。不假思索，我拨通了李木然的电话：木然，快来救我们，整栋楼都起火了。是啊，李木然，是我最敬慕的消防员。电话那头，李木然呼吸有些急促，但他依旧镇定地教我求生技能，让我迅速逃生。我按照他说法，用湿毛巾捂住口鼻，披上一件湿漉漉的衣服，迅速朝楼梯间跑去。只可惜我住在20楼啊！我拼尽全力奔跑，还是被困在了8楼。那是火灾的起火点，是我忘记告诉他了。火势一点一点向上蔓延。我再次接到李木然打来的电话，这一次他焦急万分：瑶瑶，起火点在中下层，不要往下跑，上楼，找到一个阳台或者窗口，我马上就过来。我头昏脑胀，几乎快要听不见自己的声音。可是木然，我没有力气了。或许是求生欲尽发，我攀着楼梯扶手，艰难地往上跑去。终于，我爬到15楼，最后一丝力气耗尽，我瘫软在楼梯间的窗户上。火
越来越近了。绝望之际，李木然从窗子跳出，将我挂在他身上。瑶瑶，别睡，我来救你了。木然，我好想闭上眼睛，我真的好困，好困。话没有说出口，李木然一手拽住绳子，一手将我护在怀中。砰！李木然背后一声巨响，他瞬间吃痛出声，但下一秒却又咬紧牙关。可是他头上的血迹沿着那好看的侧脸淌在我的脸上，我怎会不知他有多痛？他只是怕我担心，又或许是怕救不下我。他咬牙坚持到最后一刻，直到把我放上救护车，目送我远去，他才沉沉倒下。从医院醒来，看到李承泽的那一刻，恍惚间我看见了李木然的影子。我鬼使神差地抱住他，泣不成声。承泽，是我害死了他，是我害死了木然。如果不是为了救我，木然我的爱人李木然，在3年前就死了。只是因为创伤综合征，我选择性忘记了他。我一次次伪造李木然活着的证据，把李承泽当成了他的替身。对于这件事，我内心苦笑。或许他们真的长得太像了。我不远千里找到李承泽，给我做心理治疗。我想，忘记一次，我就要再想起来一次。这场梦终于结束了。李承泽站在我面前，瑶瑶，你终于醒了。刚刚催眠途中遇到了意外状况，吓坏我了。还好最后你醒了，不过你的病情越来越严重，简单的心理干预已经没有效果了，我们直接去医院聊吧。我朝他笑笑，坐起身来。如果不是因为催眠，我可能早就忘了3年前的事情。李承泽眉头紧锁，担忧地看着我。对了，今天的催眠有效果吗？我点点头，我倒是都想起来了，只是……我停顿片刻，哈哈大笑起来。只是过程比较恐怖和煎熬，我都在梦里嘎了。李承泽给我倒了杯水，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，表情依旧凝重担忧。我好奇，怎么了？他犹豫了3秒，才缓缓开口：瑶瑶，你昏迷的时间越来越长，你应该知道，这对你的健康非常不利。而且因为我的个人情感原因，已经不太适合当你的心理医生。要不明天我们去医院吧，我希望你快点好起来。我也不想你再把我当成我哥了。我愣住，你小子不准打我主意哈，我可只对李木然感兴趣。李承泽居然挠挠头，表情有点奇怪。我知道，但是你得答应我，明天跟我去医院治疗。看着他认真的模样，我实在是没好意思拒绝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刚答应下来，李承泽就起身，摇了摇手上的手机。瑶瑶，我接个电话，马上回来。我准备拉住他。我其实没等我说完，他径直朝门外走去。我想说，我其实要上厕所了。本来打算跟李承泽一起出门，但他先走一步，为避免尴尬，我只好等他关上门，才往门口走去。可刚到门口，就听见李承泽的说话声：爸妈，嫂子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。约莫1句话的功夫，李承泽的声音再次响起：对，我明天带他回去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